在26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他们就用这个沥青来建造城墙，来修建道路。他们是认为啊，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土星、火星，每一个星呢都有固定的星神，然后每一个星神呢就主宰着一天。我们中国人在建房子的时候是很讲究风水的，萨达姆也是一样，他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跟着这个总统府一起流传千古万世。好的，各位，我现在就到了希拉省了。然后巴比伦遗址就在我的右手边，古巴比伦就是在那一边。你看那个就是萨达姆的行宫。现在要找对面那个的士问一下 ，Babylon， how much？ 3,000 OK， 已经买好票了。这个就是古巴比伦的一张票，接近130人民币一张，还是挺贵的这个门票。我以为会很便宜呢。你看，我们往前开，马上就到了。前面那个蓝色的大门就是伊什塔尔门。Hello， 各位，那在我身后呢，这里就是古巴比伦城的一个入口了，一个城门。但是来到这里的话呢，有点打破以前对这里的幻想，因为在这里呢，你看不到一个辉煌宏伟的宫殿，也看不到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也看不到黑色玄武岩雕刻的这个哈姆拉比法典。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只能看到古巴比伦城的一个遗址了。大家都肯定听过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了，那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经过苏美女神身边，为女神之名许愿。那大家知道这个女神指的是谁吗？这个女神指的就是伊什塔尔。伊什塔尔呢，她是苏美尔文明当中象征着爱情还有战争的女神，所以说这个城门呢就命名为伊什塔尔门。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不是真迹，这个是一个复刻版。真迹呢是被德国人所挖走了，藏在德国的柏林博物馆里面。而且我觉得它没有真迹，就是那个琉璃砖的那么好看。它们上面是绘画了很多这个神话动物，有这个半蛇半龙的啦，然后还有羊啦、独角兽啊这些。现在我们就走进来这个巴比伦城来看一下。哦，那里有个古巴比伦城的地图，这条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然后这个是巴比伦塔，然后7号呢就是空中花园了。这个整个古巴比伦城是很大很大的。像这个呢就是琉璃砖了，就是原来伊什塔尔门建筑所用的材料，你看特别不一样。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所有的这些城墙，整个古巴比伦城都是萨达姆重建的。因为在这里呢，原来就只有古巴比伦城的一片废墟，一片遗址，它就只有一点点的。然后萨达姆呢就在原来的遗址这里重建了古巴比伦城。大家看到了吗？这里有一个分界线，这个分界线呢上面部分就是萨达姆重新修建的。然后这个分界线下面这部分呢，就是原来的古巴比伦城的遗址。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城门，这里是门啊，以前是可以走进去的，但是现在已经地基塌陷下来了。你看，在这个石砖之间有这个黑色的东西，大家看到了吗？黑色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就是沥青了。在26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他们就用这个沥青来建造城墙，来修建道路。但是这种工艺呢，后面就失传了，一直到19世纪，人们才重新使用这个沥青，用来筑路的，用来修建的。我们走进这个古巴比伦城去看一下吧。那么这里就是复建后的古巴比伦城了。古巴比伦人呢，他们是继承了苏美尔文明，像我们所熟知的周一到周日就是古巴比伦人发明的。苏美尔人呢，他们根据月亮的盈亏是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那古巴比伦人呢，他们就把每个月划为4周，一周就是7天。他们是认为啊，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土星、火星，每一个星呢都有固定的星神，然后每一个星神呢就主宰着一天。所以说我们所熟知的星期日是日曜日，周一呢就是月曜日，然后周二呢是火曜日，就这么来的。很漂亮啊，这个古巴比伦城。这里边的城墙也是这样子的，上半部分都是重新修建的，就很明显的一个上下分层。看下面的那个砖块是特别破旧，然后上面呢又特别的新。问大家一个题外的问题啊，大家知道一年365天又是谁发明的吗？是古埃及人发明的。就是古埃及人他们是根据尼罗河泛滥的一个周期，就是个规律，你要把一年分为365天，把每年尼罗河泛滥的第一天当做一年当中的第一天。其实空中花园真正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因为在文献当中记载的是没有照片的。我们所有看到的空中花园那些图片呢，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想，没有人知道空中花园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从外边走进来，穿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城墙，还没有走完，里面还有好多城墙。我在穿过10几个城墙之后呢，终于是来到了最外围的一层城墙这里。然后再往外边走呢，就是萨达姆的行宫。待会儿呢，咱们就去那里看一下。其实我进来这里呢，我是想找一个刻有这个楔形文字的这个石砖给大家看的，但是没找着，可能是被他们迁离走了或者怎么样。虽然这里是复建后的一个古巴比伦城啊，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萨达姆他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萨达姆呢，他原来是想建一个空中缆车，然后让游客呢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从空中的视角去俯瞰整个古巴比伦城的。但是很可惜啊，在他落实所有的规划之前，他就已经被美军所逮捕了。然后他还在1988年的时候，在这个古巴比伦城旁边，修建了自己的行宫。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萨达姆被美军逮捕之后呢，这个行宫他就废弃了。我们穿过最后一个城墙，就看得到整个行宫就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背后的一个山坡上，它可以俯瞰到整个古巴比伦城的景色。哇，这边到处都是枣树啊，这个椰枣树，然后这个铁丝网也围了起来，不知道哪里能出去。刚刚在这个铁丝网旁边有工作人员了，他看见我要想跨越这个铁丝栏，他就赶紧跟我说这里不能出去的，抓住了要被罚款的，让我从正门出去，然后打个车去这个旁边的萨达姆行宫。天哪，那我得绕路好远啊！2000 years later， 我现在就进来了萨达姆的庄园里边了。这庄园好大呀，我走了好久都没有到。我现在已经到山脚下了，再往上爬就能到萨达姆的行宫。往上爬吧。萨达姆的行宫呢，有着十分辉煌的过去。他在整个伊拉克建了有78座这样子的行宫，大概花了有10多亿美金吧。然后萨达姆呢，他是常常把自己比作古巴比伦的国王的，因为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像这个古巴比伦的国王一样伟大，也希望自己的总统府可以像空中花园这样子永垂不朽。听说他建造这个总统府的每一块砖，还像这个古巴比伦城的砖一样，是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有画像的。咱们看看上去有没有。这个就是半山腰看到的古巴比伦城。在我旁边的这个就是萨达姆的一个行宫了，在这个门上边还有萨达姆自己的一个头像，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比如说电视塔，巴格达的电视塔，然后还有汉谟拉比法典那个人物的形象，还有伊什塔尔那个门上面的神话动物。这个入户大门好高好大呀，而且是一整块实木雕的，上面的雕花也很漂亮。里面好宽敞啊！你看四周的墙上边全部都有那个实木的一些装饰在里面。在2003年的时候，美军入侵了伊拉克，他们就来到了萨达姆的行宫，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遍，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都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但是呢，在他家的地下室发现了有90多吨的黄金，并且呢还有很多黄金制作的家具，比如说马桶啊，还有 AK 枪啊、手枪啊，还有家具啊，还有面盆啊等等，他们都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搬走了，然后就只剩下空空的这么一个建筑，包括这些插座全部都被挖走了，包括这个水晶吊灯上面的水晶也是被挖走了，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搜刮殆尽了。咱们往前面去看一下，四周围全部都是当地的人在这里喷的涂鸦，看得到吗？好多好多，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游乐场了。像中间这里是有2部电梯的，但是也被拆走了。我原本想着可以上2楼去看的，但是已经被铁丝网所堵死了。上去的楼梯上边可能会更加的豪华吧，我估计。从大门那里走进来，到最后这里呢，就是萨达姆专门召见下属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里。你看，在整个厅的正中间有这么一个圆形的东西。当我们站在整个厅的正中间的这个圆圈这里啊，说话的时候它是有回音的，它是自带一个天然扩音器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萨达姆他坐在那个地方，他都能很清晰的听得到下属在这个地方所汇报的说的话了。然后在这个正中间的天花板上边呢，绘画了有这个现代的伊拉克的标志性的建筑，还有古巴比伦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像以前萨达姆他是坐在这里，然后呢听着下属在那里汇报。
大家知道这个图案是什么吗？这个就是萨达姆自己名字的缩写了。他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弄成一个图案，然后呢刻在整个行宫的外墙上，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你看上面还有更大的。他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跟着这个总统府一起流传千古万世。但是很可惜，并没有经过多少年，他这个房子就已经废弃了。我们中国人在建房子的时候是很讲究风水的，萨达姆也是一样。他这个房子的风水特别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旁边就是幼发拉底河，整个房子呢是建在幼发拉底河的旁边。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它就孕育了古巴比伦的文化，还有整个伊拉克的文化，并且呢，它是建在一个山坡的顶端，能够把整个古巴比伦城的一个风景尽收眼底。哇，现在正好是日落时间，咱们可以看一下幼发拉底河上面的日落了。所以我们只是岁月的匆匆过客，唯有大河还在静静的流淌。不管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巴比伦文明，还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萨达姆，最终他们都消灭在历史的篇章之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昨天失恋了也好，然后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也好，或者说明天错过了成功的机会也好，我们只需要确保自己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度过的就好了。我们现在回去吧。我现在要坐车去希拉，希拉是这边的一个省啊，希拉省啊，去那里车站去看看有没有往巴格达方向回去的那个车，就像今天中午我坐的那个巴士一样，坐巴士回巴格达。